美国邀请印度加入北约，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围剿中国。大家好，我是世涛。最近美国众议院所谓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应该要邀请印度加入到所谓的北约加NATO Plus 这个集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呢，能够更好的实现美国的北约的所谓的安全考虑和战略目的。那么在这之前美国实际上已经在大力的推动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当然了，这个加入并不是说实质性的加入到北约，而是以一种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包括了军事上、情报上以及政治上多种的这种联合合作的关系进入到北约的这个合作体系内。就比如说呢，韩国就加入到了北约的所谓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卓越情报体系内，能够更快的分享北约的情报。那么这样的一个布局实际上我们看都是与这个北约以及它背后的主导者美国整个的印太布局是相关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向是把中国当作是在亚太地区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成功的被美国引爆了之后那么在东亚方向上，美国对中国的紧逼更是步步接近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完成了日本和韩国的落子。那么在中国的西南方向，美国就把这个焦点转移到了印度身上希望能够挑动印度加入到这个所谓印太的这个封锁链里面，对中国完成更好的一个包围。那么之前所谓的一个四国联盟机制下，美国也是把印度给拉进来它的目的就是针对中国进行的一个包围的这个设计。但是我们也看到印度这个国家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大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国发生过直接战争的这么一个国家，它还是深知自己地缘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这个对手的强大因此印度对这个北约加它现在采取的还是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一方面，印度不希望自己太早的表态失去了这种在两边能够游走的灵活性。二方面，印度也是实际考虑到了自己与中国巨大的落差，并且呢，实际上中国与印度之间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面。印度如果这个时候招惹中国，对他自己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还要说到印度也是在看俄罗斯未来的走向。毕竟这个北约的逐渐东扩原来的首要目标是俄罗斯。那么目前美国之所以敢于腾出手来折腾中国，也是考虑到有俄乌冲突正在拖累着俄罗斯，那么有可能能把俄罗斯给拖垮但是如果俄罗斯并没有如美国之所愿被拖垮，那么还是有可能成为抵抗住北约东扩的强力的一个盾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如果印度选择和北约合作，那么是有可能破坏印度长期以来与俄罗斯在各项特别是能源、食品、军贸上等等紧密的联系的。因此呢，印度目前更多的采取的还是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当然了，我们要说印度的这种观望状态它也是墙头草随风倒。一旦风向出现了有利于北约方面不利于中国方面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么印度很有可能会加入到这个所谓的北约加里面去完成对中国的包围。那么因此我们要说这个俄乌冲突现在成了整个世界棋局的这个棋眼这一场冲突未来的动向如何，它不仅仅会影响俄罗斯未来的国运，还有可能很大的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那么我们也当然希望印度能够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做出明智的选择。毕竟有那么一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它北约再怎么给印度好处，也不如中国这个友好邻邦要重要的多。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